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刚才的这位朱少霞同学说：“呼叫方伟，方伟没到，高杰来了。”然后呢，包括我们的石山，还有呢秦鹏已经在现场了，都给大家打个招呼喽。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呢是9月2号，哎，那过几个小时，中国那边啊就开始进行阅兵了，这个9·3阅兵。那今年的这个9·3阅兵呢，的确全世界都在关注，实在是整个的国际的大背景，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这块地方和周边所有国家和世界所有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转折的关头，所以它这个阅兵呢，全世界都在看，而且呢特别有意思，今年的阅兵，有的呢是已经进到家门口了哈，在门口溜达一圈走了，有的呢最不应该去的，哎，颠都跑那儿去了，真的是来的来，走的走，而且呢来的走的都各怀鬼胎。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扒一扒这9·3阅兵呢，到底咱们都看些啥？中共呢，他们去宣传的什么？咱们去扒一扒它有哪些看点？那另外呢，咱们就都盘算哈，去看一看，分析，到底呢各方神仙、各方的牛鬼蛇神都抱着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呢，就是石山老师非常擅长的，所以你经常说牛鬼蛇神是真的存在的。对，没错。那么今天的这个各怀鬼胎由你来开场，你说吧，今年9·3阅兵，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穿越一下啊，咱不往前穿越，往后穿越10年、20年以后。这个历史啊，人类历史一定会记载。2025年9月3号，北京这一个大阅兵，然后几个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这张照片一定会成为历史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标志着什么？标志着这个世界一分为二，成了2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就全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了。这个是一个大事件。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件。所以呢，我们当然是在这个时间生活在这个时间的人，在当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多大，但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啊会影响巨大的一个事件。那更不用说对中国人、对华人。也是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呢，这是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个最大的看点哈，这叫历史首次。谁在天安门上同框了呢？太有意思了。那中共人家自己是主办方就不用说了，俄罗斯普京去了，对吧？然后呢，金正恩开着他的小火车啊，一路呢，而且这次还不和往常一样，往常他是走了才公布，对吧？行程极其秘密。这次呢是雄赳赳气昂昂，他也跨过鸭绿江啊，然后呢来带着他那个女儿来了啊，这个到底是咋回事？一会儿秦鹏给大家讲一讲。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总统也来了，所以呢太有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石山你就在说，你说。这里边这个搞的这个阅兵，它是为了抗战80周年，对抗日，对抗日，他说的是抗战，对抗战80周年。然后呢，这里边其实最有资格的和最没资格的都跑到这个阅兵场上了。那这4个同框的这里边，到底谁最有资格，谁最没资格呢？对，因为他这个大阅兵啊，它是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抗战胜利80周年，所以他说的是2件事。其实呢，如果说是反法西斯战争呢，其实是1945年5月德国投降就结束了。当然，你要把日本人也说成是法西斯，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拖到8月15号，把拖过去。所以这个中国这个事情啊，就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在中国开的这个就举行这个阅兵，当然主要谈的是。抗日战争，因为是9月3号，为什么是9月3号？因为9月2号，日本的这个代表投降重光葵啊，在密苏里舰上正式签字，时间大概是9:08分，大家记得很清楚啊，9:08分啊，麦克阿瑟啊，包括中国那个叫什么徐广昌将军啊，他也是上将。包括苏联的将军，包括英国的将军，什么每个人都去签字。那个9月2号，所以中国呢是民国政府把9月3号定成胜利日。所以这个呢，9月3号呢，中共就是
中共从来没有宣布过9月3号是胜利日，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从小到大我就没听说过9月3号有什么特别的，对不对？而且以前阅兵都是国庆嘛，对。习近平从2015年他第一次阅兵的时候，就把这个日子弄到了9月3号。而且实际上他这个。把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宣布这个就是阅兵的时候，也没把9月3号宣布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日。没错，这是我觉得特别是有意思的地方。对，他就突然选了这么一个日子，让大部分中国人讲，哎，怎么突然选了一个日子就开始阅兵了呢？他那是也是70周年嘛，2015年是他选的这个日子就是叫做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然后呢他阅兵。那个时候他是2012年习近平当权，过去呢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胡锦涛时代都是国庆阅兵，没错。习近平这位他就给你弄到9月3号。对，这个9月3号其实这个我们上次有谈过这个问题哦，跟亲朋我们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他政治的需要，因为以前呢。中共其实任何一个统治集团，任何一个政府啊，它都有一个这个全民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认同意识，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以前在中国呢是共产主义，就是说大家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嘛，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啊，是这样那样的，所以呢，在过去。虽然邓小平已经摸着石头，已经不管白猫黑猫了，但是他那个旗还举着，他也没有转，所以一直还是共产主义。所以他那个什么2个毫不动摇，4个坚持啊，写在宪法里面，都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要坚持这个，到现在还坚持。但是他就是这个替换的过程还在继续，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崩溃了，所以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认同的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这个政府来讲，对社会其实没那么大危险。对，没错。对整个社会呢，这个统一就是统治集团来讲，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核心价值其实是很重要。每个社会有一个基本大家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对这个社会的良好运作是非常重要的。也不光是对政府，所以共产党就需要把它替换，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已经崩溃了，所以他把它现在替换的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必须要找一个理由。找一个敌人，因为国家主义和这个民族主义不是完全坏事，但是一旦到了主义，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是 number one， 就要跟这个冲突都不行，他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一定要找个敌人。所以这个抗日战争啊，就我认为它就是把日本人树成民族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很重要的一个仇恨的对象。没有这个对象，你这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啊，你很难做的。所以就像希特勒当年一样的，他除了把这个比如苏联也好，包括这个英国人、法国人树成敌人，他也要设这个，比如说这个犹太人。对，2015年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时候呢，我们讲说这个2012它有那个抗日大游行啊，对这些啊，但是呢，它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习近平是2012年掌权，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中国的经济的话，到了2012、2015那个时候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那个时候把它要改到新常态。新常态什么意思呢？在过去的这个江湖时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话，这个经济是快速的发展，10%几这么个增长。但是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所谓的新常态就是经济涨不动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危机开始爆发了。没错，你看那个包括社会危机，包括的话这个民族的这种就是国家认同对中共的这个认同的这种危机，现在都爆发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在这重庆在唱红打黑，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呢要去从毛泽东那儿去找一个这种加强控制、加强统治的一个基础，所谓的唱红。然后呢，打黑的话呢，就去进一步的去把这个社会高压的这个政策去控制。所以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办法。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知道经济涨不动了，其实对，到了这个习近平呢，他其实我们讲，他后来的这10几年是叫做不是薄熙来主义的薄熙来。就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思想，习近平这个人没什么思想，他和薄熙来其实还有很大的差别。他结果的话呢，他又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既然各方面都不行了，既然各方面的危机都开始加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就采取一个这种加强煽动仇恨日本，或者是加强的这种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来去的话凝聚这种党心。准确的讲是这个，对吧？民心党心是这个东西，所以这实际上是后来这个大阅兵的一个根子的这种原因。当然还有什么习近平为了集权呐，什么展示军队的控制啊，对啊，3年了，基本上自己把军队也控制差不多了。这个秦鹏这个话呢，其实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述一下，就是中国经济啊，从邓小平开始，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管左右之争，不争论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打着左边的旗号，完全实行这个原始资本主义的一套东西，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脚踩2条船，这2条船呢，在某一个阶段是可以一起往前走的，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其实这社会发展和经济啊，它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必须是合一的。你的整体，你不能说灵魂跟身体是不合一的，是吧？你必须要合一。这时候中国，你要不然进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大改革，要不然呢，你就得缩回去。也就是说，当这2条船要分道扬镳，你走不了的时候，你必须做选择：你是把左脚抽到右脚去呢，还是把右脚抽到左脚去呢？你不可能一个大劈叉，你的脚有那么长是吧？你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做选择。这个时候，薄熙来代表红二代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向左走，就是向左走。习近平上台，虽然把薄熙来啊这些人呢，都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中共党内的势力已经把薄熙来给干掉了，但习近平上台做了跟薄熙来同样的选择，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把右脚抽回来往左走。这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加强控制，为什么搞国企国进民退，为什么搞这个政治思想，这个唱红歌，所有的这个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所有这一切，我们说这个文革又回来，就是他把右脚要抽回来，他必须向左走，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他往右，他继续实行右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除非他真的把共产党结束，对中国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这个是在习近平他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到，也不可能的事情。权力的本质是不可以自我进行更新的，DNA 决定了你让我死，我不干。没错啊。但其实你刚才说习近平没什么主意，习近平没主意，习近平可是气壮如牛啊！他找到的这个理由，你不觉得？你看你刚才讲到了，他叫做抗战80周年，反法西斯抗战80周年呢。那你又提到了他这个就在搞什么民族主义，然后呢还搞出这个主义来，那你这不就是跟法西斯当年希特勒提出来的是一个概念吗？我说他气壮如牛，你说你找个什么理由不好？你找出一个抗战和抗日的这个东西来，那我们就得翻一翻抗战和抗日的历史。那习近平你说他多厉害呀？他到底这抗战是谁打的？他是不是100%相信抗战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啊！还真有点相信，是吧？习近平他才能这么气壮如牛去做耶。中共那些党魁啊，他其实也都是这个从小接受了共产党洗脑长大的这帮人，所以特别是像这个习近平不大读书的这种人，对吧？他对国际社会的这个了解又不够，所以他还真以为这个共产党某些方面还挺好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他跟一般的好多这个领导人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人的话，你看他包括对这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崇拜或者追求，包括的话呢，就对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
像石昌老师讲这个把这个右脚抽回来，对，像左这个脉，对吧？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个脉，他那个做法来讲，他是有点虔诚的那种感觉。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你仔细去观察，他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他在讲说什么？我将无我。这个为了人民，对，就是他真的以为他这个做法来讲，真的是能够去保他的这个党或保他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做法。而其他的，你像什么胡锦涛啊，什么这个薄熙来，包括对吧？包括的话呢，就是江泽民，其实他们都是他并不真信，不信，根本就不信。对，他们是真知道共产主义在国际上是破产的了，没错对吧？没错，他们是知道的，所以他还不敢这么气壮如牛啊，然后把这个捧到前面当成一个大标题，当成我们的主题思想，然后呢直接就在这阅兵了。所以那你说你一在93阅兵，那肯定我们就要去看9月3号怎么回事啊？那这历史到底是咋回事啊？就给我们今天谈来拿出了这么多谈资来。所以刚才讲，对，回到刚才那个，就是高杰问的，说哪一个这个参加这个阅兵的领导人或者代表那个国家，谁最有资格来去参加这个？对，这个肯定我们的观众都没想到的。我跟你讲，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人非常有资格参加这个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这个人就叫金正恩。和金正恩有什么关系？金正恩他是最有资格参加的，因为金正恩的爷爷也就是金日成，15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他的所有的合法性就是跟日本人打仗这个建立出来的。你知道那个你要是去这个韩国，你就算去韩国啊，你看他那个战争纪念馆，有很大的战争纪念馆，里面有很多个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讲日战时期韩国人的反抗，就算那个里面，这白头山游击队也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所以日本战略侵略的朝鲜就已经他统治朝鲜50年嘛，对，他亡国了那个时候，没错。但是他有一批这个朝鲜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日本的这个统治，因为这是彻底亡国，他们就跑了。金日成他们家呢，就是在平壤附近的一个大概是一个贵族家庭，他们就不愿意待在日本人了，他们就举家就跑了，跑哪儿？跑到中国，跑到这个叫这什么吉林，跑到吉林就是长白山那个附近嘛，就是很多朝鲜族，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就专门跟日本人干。那个里面出了很多人，那是朝鲜人是有韩国人吧是有传统的，他们真的搞暗杀，杀了很多啊，杀了很多很有名，包括那个。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这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首相，在哈尔滨被刺杀，对，然后在上海直接这个去做刺杀，全是他们那一批人，就是韩国人干。金日成就是在那个游击队里面长大的啊，最后他就跟着一起打，他也算是东北这个义勇军的，也算是这个当时的东北抗联的一部分，当然最后。打也打不过，就跑到苏联去了，在苏联接受训练，然后苏联人反攻的时候，就在里面的韩国人选了一个能讲苏联话的，能讲这个俄语的，就把这个金日成又年轻嘛，把他选成领袖，把他送回到北朝鲜当了领袖。所以他虽然我怎么讲，不管怎么样。金正恩，他确实是这抗日战争打出来的，而且是民族英雄。对，从他的角度上，他爷爷就是民族英雄。对，你刚才叫伊藤博文，对吧？那个在哈尔滨把他给杀了，对啊。对，然后那个你到现在朝鲜为什么这个一直在宣传？他们就说我们是有这个白头山血脉，现在就是说我们传承的合法性啊，不是靠别的。靠跟皇帝一样，跟古代的，我们就是这个血脉的，我这有血缘关系，黄金家族，我这有血，他就是讲为什么讲白头山血脉，就讲的就是这个。当初他们那批人就在那个地方，就抗日游击队，当然那批人也给这个金日成干掉不少，就是因为内部斗争嘛，人家杀了不少，所以真正的这个还有资格的
这里别人金正恩确实有资格的。对，要这么比的话，这个习近平没资格，因为习近平这个习仲勋当年是没怎么抗日的，习仲勋一直待在最没资格的人，召开了一个全世界他要代表了一个这种反抗法西斯还抗日的，结果最有资格的是这个金正恩，所以人家这次是公开行程，对，而且呢，他是从祖上，从他的爷爷开始，他应该扛着他爷爷的牌匾来的，你知道？所以人家日程公开，不像以前偷偷摸摸的。不是爷爷，你看看我们今天终于让他如何的插块牌子。对，特别有意思。那我看这个普京啊，就是俄罗斯这部分。但普京啊，我其实觉得他没资格。为什么呢？你要从抗日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说你比如说对抗这个德国，俄罗斯是有资格的，对吧？因为他相当于是拖住了这个德军的大部分这个兵力，最后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因为这种斯大林格勒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等等的话，他最后他相当于是整个在欧洲战场上他起了很大作用。对，但是在亚洲战场，在这个对日战争上面的话，其实我们讲，苏联还有这个俄罗斯，他们其实是起了一个破坏作用。这个是有破坏作用，但它最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是个叫摘桃子，我认为那后边那个是摘桃子。这个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啊，其实很复杂，中间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次去参加大阅兵的，除了苏联，还有蒙古，还有中亚一堆这个斯坦，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些斯坦当年都是苏联的一部分，对吧？所以他们都是这等于是苏联的这个角色是一样的。那包括蒙古蒙古这个军队，但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其实苏联人面对危险是两头，德国一头，这边日本一头。他们更怕谁呢？他们其实更怕日本，因为在远东啊。人特别少，你要动员部队，你要消耗大量的这个资源，运输方面都不方便。对，所以他们而且打过败仗。而且当年的日俄战争来讲的话，俄军是被打败的，没错。所以后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日军怎么打成318，就是918事变了什么，他们对这块得多跑到多找点笔墨东北去了，对吧？是因为就是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沙皇跑到这个中国来去侵占土地，最后的话呢，这个谁又赶不走，清朝赶不走，怎么请了日本人来去帮忙？然后日本人是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对，损失了可能上10几万的这个人，10几万士兵。最后的话呢，把这个俄罗斯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的话，这个为了保护他的这个利益，对吧？也就是第一个是驻守，再一个呢，可能也赏了他一块这个那个铁路沿线这么一个地方。最后的话呢，相当于他因为这个原因，他是驻守在了东北。所以这是当时日军已经在中国的国土上面了。这个问题啊，分几个方面，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尤其是年轻人说，抗日战争为什么不是从国境线打起的？说你这918，你就算在东北，那么也应该从山海关打啊，是吧？为什么从卢沟桥打，从北京打呢？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涉及到很多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问题。日本人驻军在华北。它是因为这个辛丑条约规定的，也就是说义和团当时这个把中国闹得天下大乱以后，八国联军进来以后签了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啊，我们说那个，然后辛丑条约里面就规定8个国家有资格住在华北，住在北京，住在天津附近，北京到天津之间，他是有资格的，因为说我们大使馆在那儿。你明天又打我大使馆，我怎么办？我再调人，我使馆就没了，是吧？所以我必须住的人要保证一下，所以他是有资格住在华北，你明白吗？他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当然8国谁也不愿意住，这个是花很多钱啊，就是只有日本人愿意住，所以那个在华北的这8国联军的代表就是日军，所以日军有一支部队是一直住在华北，这是华北派驻军，是这样的。实际上，那个东北那个情况呢，东北那个情况也是因为义和团8国联军打你，在侵占北京的军队是没有俄国人的。俄国人说我不跟你们一起打，我从北打，他从他这个黑龙江，他一下他就把东北全占了，全部占光，然后他就不走了。
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走了，把这个主权还给这个满清帝国是吧？满清朝廷，俄罗斯人不撤，但是俄罗斯人以前就这么干了，他占一块地方他就不撤，他就赖那了，然后他就是不走了。所以这个清朝人没办法，拿他没办法，怎么办呢？他是秘密的跟日本有一个约定，你来帮我打。日本人当然想打，因为日本人他觉得自己国土太小。他要抢一大块地方，抢这块地方呢，一个是东北，另外一个就是西伯利亚。他觉得我是可以抢那么大一块地方啊，所以他是想做这个事。所以日本人出兵在东北打仗，当时的满清说：“我中立，我谁也不参加。”实际上是他邀请来的。这个很搞笑，因为在你自己国家上面打仗，你中立，对。但是他其实是秘密的在支援这个。日本人的，但是日本人也算是怎么样？这个战争打完以后，他绝大部分的土地确实是还给了满清，还给了中国人。他只保留了大连和旅顺，保留了铁路沿线有一些驻军，保证当地的一些东西，其他他都撤了，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所谓东北系的张学良他爹，就是。这个张作霖他们那个军队啊，就是这北伐系，不是北洋系的军队，在那个地方慢慢长起来，所以其实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延续下来的，所以真正的抗日战争呢，是从华北开始爆发，所以不是从边境线开打。所以这就引出来，就是到底抗日是8年还是14年之说？原来我们小的时候都是8年抗战，对，8年抗战。后来共产党就把它改成14年抗战了，就是从卢沟桥事件开始，都加起夯不啷当加一起，就是有14年了。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呢？因为他从918那个时候，对，他到尾一从那儿，他这个地方的意思，为什么他要改到14年？是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中共的话呢，相当于是先于这个全世界，对，然后呢，承受了更长期的、领导了更长期的这种叫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其实是无形中就给自己封了一个这个官儿。他从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宣言叫做《抗日宣言》。然后呢，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呢，我们回头看他为什么要抢这个抗日宣言，然后我看到有多个说法，就是到底卢沟桥事变是谁打谁的。那日本方面的分析认为是，在当时呢是有在国军里边的中共的间谍，两边开枪。然后呢，挑起这个事件。对，这个呢是有很多种说法。对，有很多种说法。有日军里面有一些记载啊，因为他当时这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情况是，就是说他日军驻华北的这个派驻军有一次一个小规模演习，结果有个士兵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这个日军就说我要找以后就进到这个当时叫什么机场一个空军大宛城，对，就要进里面去找人。当然守军就不干，29军当然不干了，说你进我的驻地找人不干。然后双方就对峙以后就打起来了。他说的就是在找人的过程当中，有人就在中间就开枪了，第一枪啊，就这边打那边打，中共这边。然后呢，这边开枪就是不到24小时，那个时候通信很不方便的。中共呢，在他的后方啊，就是已经开始就宣布一个所谓的抗日宣言。那么这个呢，又是跟你刚才讲到的，跟苏联那边又联系起来了，因为呢，苏联是害怕前后啊就受到夹击，希望这场战争的焦点能够转移到中国。实际上，在1936年，已经苏联1936年之前吧，苏联跟日本已经有2次军冲突，2次呢，这个日本人都没占到便宜，一个在张古峰啊，另外一个叫什么赤坎门呢？叫什么地方？对，就2次都有这个军事冲突，但是这个日本人都没有赚到便宜啊！日本的这个部队呢，是号称陆军很厉害，但是它是山地作战，是这种
这亚洲地区的作战，真正到了那种草原上机械化的时候，他还搞不过苏联人。你说苏联人的虽然他这个打法不行，但他炮口径巨大，他的车就跑来跑去，他有坦克等等啊。这日本人是当时这方面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没占到便宜。所以但是苏联人很紧张。所以你看，这个日本人显然是想往这个苏联去，对不对？所以对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就发出的号召，就武装保卫苏联。他不光是对中国人，他是对东欧的这些共产党的人呢，都发出类似的号召。所以当时中国人是响应最积极的。中国因为就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政府啊，就国中之国，但是他们还直接对日宣战，那时候还要如何如何，但是那个东西都不重要。我们看到苏联人的战略很清楚，就是如果中国人跟日本人全面打起来，苏联的这个压力就没有了。所以谁能够带领中国人跟日本人打呢？那就蒋介石才行，毛泽东是不行，因为毛泽东到延安的时候只有3万多军队，那个人非常非常少，马上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就是人很少，所以这个就是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契机。当时蒋介石被抓的时候，毛泽东据说高兴的满地打滚，一个人到这个河边呢，抽了2个小时的烟，拼命抽老子今天你也有今天是吧？给你点颜色看一看，就准备干。共产党是想把蒋介石处死的，对，是吧？要干掉，要报仇嘛。因为你想，我们别说这井冈山，别说上海，就说红军长征出来的时候，接近10万人，8万多人，加上这个民夫。是吧？加上一些人出来，最后到陕北的时候，真正从江西走过来的大概7000人不到，就打了这么，其他全完了。就是说，就是90%，他就要报这个仇，他也要。那你有啥你报仇？对，你是报仇，他想报仇。你当然，这个共产国际斯大林就拍电报，不干，主要是拍电报就是给你说，就绝对不行。你必须这个把它和平解决，要把它放回去，要建成这个目的就是要跟日本人开干。所以36年底，36年这个12月12号这个西安事变，就大家变成妥协，就共产党那也是一下就喘了，因为国民党那时候大军围困呢，30-40万围着延安，基本上你是跑也跑不掉。你这个你打也打不过。从国民政府角度上叫剿匪，那你跑到在这个国家当中弄了一个苏维埃政权，要保卫苏联，然后这个毛泽东这个队伍呢也很有意思，他现在成天说他抗日，其实说了半天，他其实就是为了打败国军，他就是为了打败蒋介石，他就是为了夺权。对，所以我看到蒋介石的一些回忆录，包括共产党自己毛泽东写的就是什么1分抗日，2分。1分抗2分什么？2分维持7分发展，10分宣传。所以那个年代10分宣传，这个年代还在宣传。对，然后那个是这个在陕北洛川开的一个会，就是抗战爆发以后，他开了一个会。毛泽东说：“你们不要给我当英雄到前线去打日本人，千万别打。你们打什么打？你们打不过别人。”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打。我们的这个方针呢，就是趁着这个战争扩大我们的地盘，扩大我们的地盘。所以这个呢，当时被八路军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参谋，一个团级的一个参谋跑的时候，就把这个跟这个国民党这边说了，他跑掉了。就这个报纸登出来，中共就不承认。但是后来毛选里面有洛川会议的讲话，还真的有这么一段话，所以叫721这个精神，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国民党一直在剿匪，你确实是个匪，而且你是个叛贼，你在人家国中之国，在这么严峻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武装保卫苏维埃。对，我们当时谈到苏联这个。你中共的所有的他抗日和他不抗日，其实都跟苏联有关，因为他抗日是因为日本人对苏联构成威胁，所以他要抗日，但是苏联逼着他得抗日，他就必须得抗日。所以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1941年的4月15号，
41年4月15号，苏联和日本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相互承认。你这个满洲国行了，你日本拿走啊，那蒙古你们苏联拿走，就等于把中国土地两个人做了一个交换，就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你仔细看，1941年4月15号之后，中共的军队跟日本军队基本上就不再打仗了，就没战争了。所以这段历史捯饬很有意思。再往前捯饬，我就想起来，当时这个二战，你要说光是这边是东南亚，这边就是日本，那欧洲那边就是德国嘛，法西斯纳粹和这个希特勒，对吧？那当时的时候，日本和希特勒和意大利结成联盟的时候，你回头再看这个也很有意思，他们要构成一个叫做击溃反对共产主义国际联盟，那奔着就是苏联共产主义去的。所以呢，这个刚才本来呢是日本和意大利，包括呢这个德国是对着苏联去的，然后结果呢中国这边共产党中共这部分呢，根据苏联的这种指示，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组织挑动着在中国打起了这场战争。所以从一开始中共的这个政权，我们今天都把它捯饬都捯饬一圈之后，你再看今天的这个80周年去抗日，谁最没有资格？那这中共最没有资格。没有，还有很多国家比中共更没有资格的啊。对，谁？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缅甸。缅甸的人也去了，对啊，缅甸的26个国家总统去了是吧？对，缅甸总统还是军政府的代表。你知道缅甸的国防军是谁建立的吗？中共，日本人建立的。日本建立的。他跑这来也来去。对，日本的缅甸的国父昂山将军呢？昂山将军就是昂山素季他爹啊。对。他是在哪儿上的军校？他是在海南岛的日本人成立的一个军校，然后成立了以后变成了上校，回去以后自己封自己是将军，这个就变成了昂山将军。他就是缅甸的，就是跟把英国人赶走，我们自己有自己军队了，你们英国人走啊，就是他就是国父嘛，他就是这个日本人这个给他封的上校。对吧？还有呢，还有抗日80周年来了。他现在去搞抗日80周年这个纪念日，这站在上头，这个比较搞笑。当然还有印尼，印尼的军队所有的军官全部是日本人训练出来，印尼人可高兴了。说你这帮我们打跑了这个欧洲人啊，欧洲人看不起我们。以前这印尼的人呢，只能当这个士兵，这个低级公务员。日本人来了以后说不对。这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你们我培训你们，就后来他培训了大量的印尼的这个军官、警察啊，什么这些，最后等到荷兰人再二战以后回来，发现不对了，别人不听你的了。说你凭什么呀？我也会啊，是吧？我都训练过了。不过印尼很有意思。印尼总统这一次本来是准备参加这个93大阅兵的，后来他又走了。没有，因为他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动荡，没来成，最后取消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国家，马来西亚，还有一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啊，这个跑来这个搞来搞去，因为马来西亚的现在的这个政权，他们现在这个军队也是日本人培训出来的，马来人的这个，而且马来西亚的就他们的这些人的话，当年。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对华人呢，包括印尼啊，对华人他其实是不好的，当然是不好，对吧？所以你说你这个因此跑到中国这个地方来去参加这种所谓的抗战，所谓的这种庆祝胜利，我觉得这个是没道理的。多可笑哈！你说习近平气壮如牛啊，中共也是气壮如牛，他就能够把这个9月3号这一天，他翻吃到全世界，就这么冠冕堂皇的这么去说，气壮如牛的这么去说，所以咱们得好好的去说一说。东南亚国家里面最有资格参加抗日战争胜利的阅兵的2个国家，一个叫菲律宾，一个叫新加坡。2个都是真的打过仗的地方，都打过仗的人，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打，但是菲律宾人等日本人上去以后，他们不喜欢日本人，他们觉得还是美国人好。这个他们帮着美国人在跟日本人打仗，后来是马尼拉，这个很多菲律宾死伤非常惨重，也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但是菲律宾不可能来了，这次不可能来了。对啊，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对，人家跟美国还是觉得美国好，对对，这轮回一圈之后还是觉得美国不错。对，新加坡也很有意思。新加坡我去过新加坡，他们的历史的话，相当于你可以这么讲，他们的历史的前半段相当于是记载的这个英国的历史。就相当于他把英国殖民那段时间看作这是他的一个这种文化呀，这种我们说国家发展呐，这种经济各方面的这样一个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所以他们对这个日本人其实是有点深恶痛绝的。我看对，有意思吧？下面这位叫做李欣，他说有意思，他说当时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对，庆祝抗战胜利，台湾也最没资格。不，但台湾再怎么着，它是这个国民政府搬到了这个地方，对，他现在国民政府还是有资格去庆祝抗战胜利的。他指的是地理位置。我知道，对。这个韩国也没有资格。如果韩国派另外一个人来，他也没什么资格啊，因为当时住在你知道关东军呢。关东军里面大量的是什么？韩国兵，对不对？还有台湾兵，都是很多啊。都在日本的部队里头。杀中国的其实非常狠的。韩国那边。韩国的那些这个殖民地时期的那些人哈，都是非常狠。所以你看二鬼子，你看习近平中共这边，他们去把这个翻出来，咱们把这历史一拉过来，我还得去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这里边最终这个导火索呢，其实是从他们开始，当然他们有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的问题。从德国他复仇雪耻哈，这包括日本这边，其实就是有共产主义这条线索。共产主义这条线索呢，在苏联这边，在中国这边。那当时中国呢是满清政府结束之后，军阀混战。然后呢，蒋介石呢，北伐刚刚统一中国，蒋介石非常非常的难。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他不得不拖，想做好更多的战备准备的时候，中共把这个事情赶快调，背后又是苏联的这个势力。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线索，就是共产主义的这条线索，穿着这个世界，在全世界，从欧洲跑到苏联，然后绕一绕。这乱麻一样的一些东西呢，这里边还却都有一条很有意思的主线。其实不管你是苏共啊、中共啊等等的，其实还是个共产主义各种变种。这个话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共产主义这个词哪来的？共产主义，日本人翻译的啊，对，它是完全来自于日文。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是早于中国共产党。你看，日本共产党是早于中，对，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有共产党，不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那个要选总统，让给刺杀了吗？对，在日本，对，他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啊，甚至我跟你讲，现在中文里面大量来自日文的这个，包括什么科学啊、物理、化学这些，我们用的这个白话文里面大量的词汇都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呢，以后有机会再说。最重要的是，咱们埋下一个伏笔，要把这个伏笔埋到这儿。对，要埋在这儿。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人是没有直接翻译这个马克思的书和共产党宣言这一类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文件，而是日本人先翻译了，然后留日的这批人又把它从日文又翻译成中文的，所以全部都是有些人说从这个俄国进来的共产主义，不是最早是从日本进来的，像陈独秀啊、这李大钊啊，包括他们那一大批人，都从日本人那学来的。你这个事情就有意思哈，你说把这历史这么翻一圈之后，你再看今天中共那个93阅兵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什么呢？他现在呢，包括今天的 CNN 啊，这个美国的媒体也都在观察中国的这个阅兵。那么他们就在讲，他说这是历史首次，这个伊朗，刚才我们讲的伊朗、俄罗斯啊，这个北朝鲜加上你中共首次同框。他说这是高调的、公开的在挑战国际秩序。那么他挑战国际秩序呢，第一线除了南海就是台湾。台海这一部分，而这个呢，你从时间线这一跨度的时候，你打着说是我们纪念反法西斯啊这样的一个纪念的口号，结果呢，你去针对的台湾，恰恰是那个时候主要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承担者国民党的部队，人家仍然在这儿呢。结果你今天这80年一轮回，你要反法西斯，你的整个的战争的扩张，却反倒你在扮演着侵略和法西斯的这样一个扩张的这种事态，威逼的事态。没错，你像让我们想起来这个重庆的这个气红，
打出来的标语，就是那打倒位已经跑到英国去了，对，红色法西斯，很准确，说的非常准确，对，而且我们讲说这一次的大阅兵啊，你准确的讲是什么呢？中共的话为首，相当于是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法西斯联盟，对。然后呢，这个法西斯联盟呢，再倒过来去跟全世界说我们反法西斯，我觉得最大的讽刺在这儿，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就是我说这个93阅兵，你看法西斯的这个就是它的定义或它的特征，主要是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你看不管是这个我们讲就国家至上啊、民族至上啊，你看不管当年的日本。当年的这个德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子，没错，对吧？所以你说，你看看今天的中共是不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种独裁和专政，高度权力集中，中共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反民主、反自由。这些国家你肯定不可能是真正的去实行一个民主体制，所以这也是一模一样。还有呢，叫军国主义，就优先去发展这个军政。然后呢，把这个军政放在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维持统治以及对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今天的中共，今天的这个包括马上站上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他旁边的那个家伙，也是被这个国际法庭通缉的这种战争罪犯。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也是个非常典型的军国主义的这种？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对吧？然后习近平这次又提出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东南亚国家都不接受这个，因为呢，他们就认为你这个跟当年日本的那个东亚共荣圈对是一模一样的个东西，很像，本来就是一样的，本来就是，所以大家还不接受它，换了个名词，再重新炒，对吧？所以他在93阅兵之前呢，他先搞了一个上合峰会嘛，那这个上合峰会当中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说有来的哈，那印度这个慕尼就很有意思，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在这儿呢，我们先问问我们的观众哈，就是咱们的这些朋友们，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很牛哎，大家很知道历史，很有观点，很能够透彻的去看待一些事情。那你们不妨也是帮着哈，咱们大家一起捋一捋。你觉得这一次，刚才我们谈到了哈，真的是有很多。轮回式的去特别反讽的这样的一种看点，你觉得还有哪些？打到屏幕下面，咱们一起呢去一起去分享，千万不要错过了习近平和中共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就刚才讲到呢，这个上合峰会哈，习近平在这里边就特别有意思，他呢这次呢就是代表什么党中央，代表中国人民哈国家，他以前还有一句话，他说。仅代表我个人，他会说这句话，这次没有这个了，所以有的人就开玩笑，习近平你连自己都代表不了了已经就在说这句话。而有意思的就是莫迪他到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大家就非常关注，因为你跟美国之间好像有点像美国示威一样，对吧？你跑到中共那儿，你俩本来打得热火朝天的，过去之后呢，他真的没有去参加93阅兵，直接就打道回府了。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讲说，如果纯粹从抗日战争，对吧？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印度有没有资格啊？印度是有资格的，印度有资格，印度还有资格，对为什么？印度当年我们讲它是英属殖民地，对，英属殖民地的话，其实它是当时是积极的这种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盟军的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当时的印度呢，充当了3个角色。第一个，它整个大概有250万的印度人参加了盟军。对你包括后来的这个，比如跟日本作战，跟这个到北非跟那个什么其他的这种德国或者什么等等作战，它其实是全球在去作战的。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相当于是充当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物资和这种后勤基地，粮库对。第3个呢，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交通战略枢纽，它呢包括后来去叫中印的这种就公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等，这些都跟印度是有关系的。讲了驼峰航线就在阿萨姆邦起飞。阿萨姆邦就是那个现在雅鲁藏布江要给人修水坝那个地方，就那儿，就那个地方。对，就是印度的话，后来就是打这个在太平洋战争，在整个这个我们说
东南亚的这个作战里边的话，他大概消灭了有个10几万的这个日本人。对，包括呢，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印度帮着就是因为就是驼峰航线也好或什么也好，他帮着这边相当于是盟军这边运输物资到中国嘛，结果把这个谁搞得非常生气，把这个日本搞得非常生气。后来他就有一次是从印度的东北这边呢去侵入了这个印度阿萨姆邦。对，侵入了之后的话呢，当时是第15军团，然后当时是差不多有接近10万的日军，然后结果的话呢，最后的这个在盟军这边就是进行反击，大概有15万人参战，对吧？大部分都是印度士兵。对，大部分70%以上的是印度兵。最后的话呢，把这个日军打的是稀里哗啦。所以那一次是在整个东南亚作战当中的话，这个印度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陆军作战。对，大概是超过有5万多人是死亡，因为当然还包括这个那个地方那个气候或者是它那个环境不好，没错，因为各种像暴雨啊、什么雨林呐、或者是这些。最后的话，你想他本是非常惨重，后来就灰溜溜的这个撤退回去了。日本这边，日本撤退。所以你看，印度呢，按理说也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那穆迪为啥来？为啥又走了呢？怎么看？对，这个我先补充啊，中国后来抗战末期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叫做驻印军。就是孙立人的部队，就是他是远征军在缅甸打败以后，分成2支，一支呢通过野人山回到中国去了啊，死了很多人；还有一支孙立人带着跟着英国人屁股后面一直跑，就跑到印度去了啊。那个就是后来以那个为基础呢，就是建立了这个驻印军。驻印军呢，就是美国飞机啊。运物资到中国，运了多少？运了40几万吨，很厉害啊！非常恐惧的数字，非常恐惧。当时中缅边境据说总共也就运了30万吨，对，就中缅公路啊，修了个公路也就运了几年，也就是几十万吨。他那个就是运了40多万吨。那东西运进中国，回去干嘛呢？回去就带中国兵，就是说招兵，你们谁愿意当兵？那就找什么年轻的。有文化的这一批人就送上飞机，直接飞到印度，就交给孙立人那个清一色美式装备。当然，这支部队装备成了以后，后来打入缅甸的时候，就完全反过来了。就是以前中国跟日本军队打啊，就是最开始是1比10的伤亡，你要打伤一个日本人，中国人可能死10个人。后来打到中间变成1比5，到了驻印军打到缅甸的时候，这个伤亡比就调过来，就是1个中国士兵5个日本士兵，这是调过来，所以你就知道他那支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当然，他用的是美式装备啊，是吧？每个班里面有2支冲锋枪，有1挺机枪，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完全是美式。所以他那个部队当时是中国军队里面最能打的，也就是后来在你们东北把林彪打的。跑的这个差点跑到苏联去，就是新一军，就是那支部队。这是讲印度这部分。刚才就问了，那我们说各怀鬼胎啊，那印度为什么穆迪来了，然后又走了？怎么去看待他这个一来一走背后的他的打的这个算盘？我觉得有2个因素，一个其实是日本因素。因为这一次的印度官方的自己说的话，就是我们不想的话呢，叫做不愿意伤害日本。为什么呢？就是在莫迪的话，到这个就是中国之前的话，他去过日本，到日本访问了2天，你还签署了一大堆的这个协议，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代表说他本身是要跟日本的话加强这种技术啊，这个我们说投资啊，包括呢我们说空间探索呀、铁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在未来10年当中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号称是有10万亿日元的这个日本民间投资，然后50万人的5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这个他说他是不愿意去伤害日本。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肯定是它的一大部分实话了，对吧？那另一个原因，当然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印度人是绝对不承认的，是这个川普因素。他因为川普这段时间其实是在不断的敲打他，虽然这敲打的明的原因是因为说你跟这个俄罗斯那边的话是属于勾勾搭搭，这个好像你这摆不清，对吧？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但实际上来讲的话，相当于敲打的这个目的就是你看你跟谁去结盟。对吧？那你不能说你跟俄罗斯，你好歹有一个这叫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结盟，因为它过去来讲就跟俄罗斯本来就比较特殊，长期的话买这个俄罗斯的武器啊，还有这种很多方面的一些这种人呐、等等方面一些非常深的一些交往。但是呢，你跟中共这一次的话，总不能说突然间因为跟我美国闹了一点别扭，然后你跟中共去勾搭在一起了。川普全世界我相信都在盯着莫迪。所以昨天川普也很不客气的，其实印度现在有点放软了，又想跟美国谈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当然这个莫迪当然就赶快见好就收吧，就跑了。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这个川普因素。印度那个跟在这个二战呢，虽然他这个也参战啊，他也死了很多人，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你知道远东国际法庭后来很多都是印度法官，而且印度是认为不应该这种严厉制裁，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讲是就很多这守卫啊什么的都是由印度兵来负责的，啊，所以那个在日本是对印度人心怀感激的，就是觉得这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印度人当时帮日本人这个讲了一些话，所以这个印度和日本的关系历来就是不错，就是历来是挺好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他既要表个姿态。就告诉美国，你别把我逼急了，你逼急了，我屁股一挪，我就过到那边去了，对吧？我就过去了。但是呢，他又不能告诉你说我屁股已经在那儿了，我只是做了个姿态，重心转移了一下，我脚还在这边呢，我又挪回来了。所以呢，中共此时也在穆迪的手里头当个道具使一使。对，没错。所以这是你刚刚讲这个，我们说某些国家这个。各怀鬼胎的之一，对，当然一定是各怀鬼胎的。就今天同框的还有一个哈，在往下接着讲的时候，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那如果你还没有点击我们的订阅的话，帮助我们来点击一下订阅，好不好？然后呢，你会不会哈？知道很多朋友知道哈，在哪里点订阅对吧？你去把这个屏幕呢稍稍的看一下，就在早安中国那个文字的下面哈，就是以订阅订阅这个地方摁一下，你就点上这个订阅了，还有小铃铛。那这样的话呢，一旦有节目，你就可以通知，你就可以看得到。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扒一扒呢金正恩啊，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想法？还有对最有资格的这个，还有个伊朗。这个也得说一说哈，伊朗的总统也过来了，而这一次是首次，又是80年的一个轮回，那也是很值得扒一扒的。在这儿呢，高杰还要预告一下，那今天晚上我们豁出去了哈，石山和秦鹏都豁出去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个神秘嘉宾，我们今天还要最后看一看哈，中共的这个93的阅兵，因为他呢自己也有很多的看点。最重要的，大家想看一看，除了刚才我们现在讲到的，一会儿谁跟谁同框啊，还有他有很多的据虽是他的武器啊，他的部队要出来。还有各种番号的部队都要一会儿好好扒一扒。那这个时间呢，美东时间可能就要10点钟开始了，所以石山他们准备今天晚上要做到半夜哈。如果你要不困的话，现在点击订阅，然后呢摁下小铃铛。我们可能得中间休息一下啊，真的吗？对，要不然这个还饿着肚子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制作人说拿可乐来的也没拿来，对，都等着呢，等着这个力量加持哈。所以如果您多点订阅的话呢，今天我们就能多做一会儿哈。拜托大家赶快点击订阅好不好？那这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印度了。那么回过头来先说说伊朗，然后咱们再讲这个金正恩好不好？因为伊朗就更是凑边热闹了，但他跟抗战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半毛钱都没有。他唯一有一个关系就是德黑兰会议，对。三巨头在那开了一个会，但他因为那个时候是等于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所以是实际上是英国人在管，这伊朗人等于是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
没有任何，也没有自己的政府，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什么东西。对，当时的普通伊朗人估计不知道日本在哪儿呢哈。那现在的这种伊朗的政府呢，成了各种恐怖组织的支持啊，你这包括这些叙利亚后边的这些武装啊等等，胡塞武装都是他在支持着。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政权跑到那儿，中共，我说习近平胆子很大，中共真的是气壮如牛哎，他还真就邀请他，他还真就来了。所以呢，现在 CNN 他们都在说，你这是他到底北京方面在传递什么讯息？怎么解读？对吧？所以这张照片，我们马上看到，过几个小时以后，这张照片一定放在全世界的头条。4个人啊，是吧？习近平站最中间，对，一边是普京，一边是金正恩，然后再站伊朗。伊朗给他放到哪儿？能挨着站吗？我估计他们得把他放到边一点，中间得隔几个了吧？他的地位不高，我估计他得在边上。他跟他隔几个，否则实在是，如果他不隔几个，专门就把他放到旁边，那真的就是公开挑衅。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你说不服不行，因为哈佛大学原来有一个教授叫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叫《文明冲突论》，90年代初出版的，给人骂得狗血喷头，说你呀，这简直老掉牙，你这根本就搞不清楚。你知道他那个《文明冲突论》里面，就是预测未来，就是中共跟美国就对抗。站在中共背后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这个你看他现在就准得一塌糊涂。但是他那个后面有意思的是说，他说因为俄罗斯是基督教文化的基础，所以呢会转。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说准了？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西方跟俄罗斯之间解决了什么问题的话，俄罗斯其实是会倒过来的，会倒过来的。所以现在川普努力的想做这件事儿，但是这次普京去的话，又跟习近平待4天呢，这真的是非常罕见的。在那儿，他有分析说，他率了半个俄罗斯的这个官方的代表团呢，跑到中国一待了4天，昨天已经签了一份大合同。西伯利亚那边就是从一个天然气的管道哈，大概1000立方米是多少啊？进口到中国这个天然气，而且是有法律效力的。你要不能够兑现的话，那要赔款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已经都签上了。中共也不遵守合同，俄罗斯也不喜欢遵守合同，签了罚款也没有，不给你，你拿我怎么着？但是还是要签个合同，所以很讽刺哈。那之前呢，我们说呢。也叫邪恶轴心国，也叫轴心国，那就是那时候讲的是意大利、德国加上的日本。哎，现在呢有意思，又来了个轴心国，那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4位。今天呢，2025年的中国大陆的9月3号将放到历史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看点。那其中这个金正恩呢，人家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过来了哈，用中国的话是真是来了，因为我最正宗，我最有资格。而呢，他现在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他真的是大家拿他，人家核武器现在有了，对，人家现在还跑到俄罗斯那儿，我就公开的跟你美国叫板。朝鲜人民志愿军已经去了这俄罗斯作战了，没错，人家现在真的是中共还不敢承认，人家是堂堂正正去承认了，而且还堂堂正正跑到你中国来了。那他还带着他那个10几岁啊，14岁啊，那个女儿啊跟着过来的。对，怎么解读这些事情？怎么看？我首先问一下啊，这个如果第一夫人来，那这肯定是夫人去陪嘛。那一定要有。第一女儿来，会不会也第一女儿去陪呢？习明泽会不会出场啊？对，那得要这又是一个看点哈。我们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金正恩已经带着人家的这个储军啊，已经来了。对，那中国方面谁去陪着这个储军呢？总不能是胡春华吧？她才14、15岁呀，一个小女孩，所以按理说应该是习明泽，对不对？对，应该是习近平的女儿对着金正恩的女儿。那习明泽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吗？能露面吗？还是露面戴个口罩？啊，大家觉得能不能啊？你觉得能，你就打个1；你说拉倒吧，不可能，你就打一个2。但是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角度确实有意思。怎么去陪这个？他什么位置？你怎么看，金鹏？毫无疑问来讲的话，这个小胖妞儿，那个小胖的小胖妞儿，她实际上是作为储军来去培养的。对，这非常现在的这个就这种态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他把她带到这么一个关键的场合来讲，我开个玩笑讲，我说叫托孤，因为
本身的话，为什么就是金正恩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把他开始就不断的在培养？现在相当多的人就在讲说他这个身体恐怕有问题，因为他的脑袋或者什么的地方，他的心血管、脑血管或者许多地方，恐怕他这个不是一个长寿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很小就赶快抓紧培养，然后呢，将来呢把他这个能力各方面培养起来，让那个整个的朝鲜的国内的这帮人能慢慢的去适应，培养出一个这种可靠的一个这种托孤大臣出来，将来能够去辅佐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作为这个叫金主爱，去这么小就开始整个在国际上或者在整个国家这个层面上不断的去露面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非得跑到这儿来的时候的话呢？相当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统治不完全是依赖于就是朝鲜的国内，对，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依赖于中共，就是朝鲜的他的一些这种盟友，就是特别是中共。包括的话呢，就是俄罗斯这边，对，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的把它拖出来，其实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让大家去见面，某种意义上建立一种关系，建立的一个这种就是一个安排，在某些场合下，对吧？大家的私下的现在是整个正式的场合见面，然后回到私下场合再看看他们做一个什么安排，将来能够给他提供什么个帮助。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这么一个安排。真胆子大。我记得他刚开始出面的时候才12、13岁，12、13岁啊，女孩那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他们这样的家族还就把这样的女孩子捧出来？我觉得他比较过，他其实是有小男孩的。为什么这个后来把这个小女孩就给弄出来了？其实你发现这个金主爱，他和一般的小孩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还真不一样。他是很落大方，他一点不怯场。他那个你想啊，都是我们看过那个照片啊，对，在那个整个厂里面全是军人，都是将军。他还真像那么回事，他不怯场啊，这个都不容易了。12岁的一个女孩，看到全都是将军，挂着闪亮亮的那个各种勋章的一大堆将军，他不怯场，他还好像真像大人物那样去跟别人打招呼什么的，他不怯场，这个不容易找的这么一个人。对，所以带着女儿现在向全世界亮相，这就不存在。以前还说是不是先是出来这么一个。给他未来的弟弟打个掩护等等等，现在看来不是，应该不是，我觉得是奔着这个去安排的，已经开始进行安排了，对。另外呢，这个我们说金正恩跑这儿来啊，他的目的应该还真不是为了庆祝抗日，因为他打的什么算盘？金家王朝来讲的话，跟日本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是宣传抗日或者宣传一个历史，但事实上来讲，他们的这个家族对日本的这个文化、对日本的东西非常喜欢，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你说恨不起来的。比如金正男啊，不是就是金正日的老大，有一次不是去日本嘛，对，就被别人遣返了，说你拿假护照嘛，就他就干嘛？他去日本干嘛？他去日本去玩迪士尼，他去玩去了，就被别人发现了。这个后来就是因为那件事儿，所以就他爹就不喜欢他了。对，那其实小胖这回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有4个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因为现在的这个朝鲜，它其实经济啊各方面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这么一个封闭国家，然后呢又现在各种就是整个国际环境都非常不好，他相当多人是吃不饱饭的。你看他那好多那些朝鲜人长的那个样子，你看和这个我到38线上，他那个士兵就非常明显。对他这个韩国的士兵的话，人高马大的。那边的士兵的话，明显的就是1.5米、1.6米那个样子，又黄又瘦又矮，一晃就那么个样子。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很穷的。所以呢，他其实这一次来，相当大一个程度上，你以为他是给这个习近平面子，不是，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看在钱的面子上来的。所以你看他这个马上10月份的话，就是他要搞这个叫朝鲜劳动党建党是80周年，这是个非常大庆的时候。大庆是不是得花钱呢？你不能口口说说的叫过紧日子吧？你是不是得有人掏钱呢？
对吧？这个是找人要钱来了。还有呢，他回头明年还有一个什么劳动党第9次代表大会，那这个肯定也是希望能够风风光光的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肯定中共一定是许诺了他很多东西，他才来的。第二个呢，他据说是来要人的。就是他准备的话呢，在哪儿的这个叫做圆山葛麻海岸度假区，搞了一个这种风景旅游胜地。那你去找哪儿去找这么多这种客户呢？游客呢？那当然这个得找中共这边肯定是比较踏实的嘛，对吧？至少不用防这个什么一样的，防西方势力，也防得很厉害，都防。中国游客去一样防都防。当然都防，但是呢，这边的话至少这个相对好一点，也能来不少人去当这个看西洋景一样的去看热闹，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据说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第3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他来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炫耀自己的炫耀自己这个大国地位，因为在朝鲜的这个文化当中，这个媒体当中的话，他们的这个宣传是这样子的，不会告诉说，你看看朝鲜多么贫穷，他告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整个全球来讲，这个中国最牛的啊，全世界这个是老大，美国是个衰亡的，然后呢，这个什么俄罗斯，这个他也是鼓吹的，这个是很厉害，对吧？所以呢，你小胖在这个时候的话，跟这个2个大国领袖站在一起，这是不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一个这种事情？对，所以这个其实它很重要的，而且同时这么去一站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对谁在喊话呢？对川普。你看我来了，对吧？将来的话呢，你看我现在站到这么好的一个位置的时候的话，是不是你在跟我谈的时候，我就有了更多的这个砝码或者地位？这其实是他打了一大堆的如意算盘，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愿意站到这个城楼上。我估计也跟中共谈判过，说你不能让我这个像伊朗一样站在边上，你得让我站在中间，对吧？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国家。因为朝鲜是这样，朝鲜在国内的宣传，它还不是像秦鹏说那样，中国也不行，俄罗斯也不行，美国也不行，世界上基本上就一个国家行，就是我。你知道，这真的是他是这样宣传的。他宣传你可以去看到一些，你知道有些美国人很坏，他假装去那个这个访问啊，毕恭毕敬的，还去那个金日成的像那儿献花什么的，但他偷偷不是搞一些就拍下来啊，就是那各种那样。我看过一些，他们真是这样的，他们到处都画着他们的核武器和他的火箭。就说，而且他们讲话里面都很有意思。他经常说话，就是说，比如说跟韩国啊，大家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那个调子在里头。比如那个金宇正，就是金正恩他妹妹，就说，你韩国你凭什么跟一个有核国家来这个争啊？这意思就是说，我是有了核武器了，我有火箭，我跟你一般见识吗？你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你别说这点特别有意思。就金正恩，你知道他在这个正式出发前去哪儿了？就去了这个他的这个导弹呀、核武器啊那个地方去视察了一番。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看看我是有资格到这儿来去站一站的。所以他回去以后宣传肯定就是跟大家，我们这世界上就几个核大国，你看我们都站在天安门了，对不对？他还邀请我去，我不去，他们还害怕。我就去了，对不对？他就这样，他那个朝鲜的是这样的，他是金日成带领朝鲜人民打败了日本，不是美国，美国给日本打得很惨，就是靠朝鲜人打败了日本。这么个宣传，对宣传。然后呢，美国呢就又这个抢了胜利果实以后，又来打我们朝鲜，我们又打败了美国。我们还帮着了中国。对，你看他们本来要侵略中国的，我们就没让他过，我们就把他顶住了。哎呀，你知道这个朝鲜的基本上概念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是就这么牛。他是基本上是宣传的调子是这样一个调子的，所以你不可能让他站到边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你邀请我，好，我站哪儿？你不告诉我，我肯定就不去。所以你说我必须站，我恨不得我站你们那个习近平和这个普京中间，我是站中间最好了。
你们俩分头站两边。刚才我们有一个观众说，这个他那个姑娘放中间儿，把那个姑娘放中间儿，这样的话呢，能够有点距离哈，否则的话这历史，哎呀太有意思。我说刚才听众说你怎么总说有意思，我说太反讽，也很有趣，是不是？然后呢，这位鱼头泡饼，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哈，你要翻墙的时候 VPN 一定用神盾哈，那注意安全。他说他更狠，他说现在就缺以色列一轮轰炸了，就跟前2天胡塞那样。其实今天我接到一个我们在硅谷哈一个我们的广播的听众的朋友的电话，他说高姐啊，今天他的阅兵能不能有个人就来他一枪啊？有没有人能够这个喊一个打倒习近平啊？就这些，哎呦，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金正恩开始走向主席台了哈，走向他这个主席台，我们。一会儿有阅兵的时候呢，我们会请一位神秘的嘉宾哈，给大家去详细的分析一下他自己的这些军队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我们就不给大家放了哈，不给他加持这个能量了。我们看到的呢，金正恩啊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礼仪队他在红地毯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往那儿走，也没有人陪着他哈，现在就一个人走。只有领导人。刚才的话，我们看到那些也都是各个国家的前面也没有个领导人或者夫人，没有，就直接往上走。只有领导人，所以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一个人也是除了夫人其他人一概不能跟。那刚才穿过那个门洞，那是什么的门洞？端门嘛，上面写。那是关门是吧？端门 OK。然后接下来要从那里边要走向，就是要那个天安门城楼，对，对，他现在你看是从这个里边一个门洞啊，再往外走哈。那我们在这儿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哈。那今天晚上美东时间的10点钟，我们还要去做一场直播，为了满足呢刚才鱼头泡饼啊和您类似的观众朋友们，总想看看今天的主席台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就一起的去看一看。那别忘了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啊。那我们现在呢是这个频道是个新的频道，现在有1.94万，咱们争取达到2万，行不行？大家一起加油啊！然后给我们点点赞。现在呢有1800的朋友在线哈，点赞只有12个，太少了吧？请大家给我们点赞哈，鼓励我们的嘉宾呢，给大家多讲这样的一些故事哈。那刚才呢就说到呢这几个，第一我们这看点太多哈，光这一个看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有趣了。那我们现在呢问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呢就是，习明泽会不会上天安门城楼？现在呢一共我们有多少朋友在这里边去点击这个选题了呢？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答案啊，请我们的导播来看一下，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开始呢去做了个选择？真有人认为习明泽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出来他也不会站中间对，能不能站在金主爱的旁边？那就不知道了，对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一个14岁，哪怕你大大方方小姑娘，在一堆世界领袖的这个里头，你把它放在哪里？你要查这个，你肯定不能从中国的电视新闻里面查，你必须从朝鲜的电视新闻里面查。你看看金主爱旁边站的是什么人啊？你这个大概可以查到。我现在看不着这个民调哈，刚才看到是不是超过80%的认为习明泽不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之下哈。那天安门城楼上都是孤家寡人，包括呢现在金正恩的这位未来的这种王储这个储君啊，也是一个孤家寡人。别看她是一个小巧的女孩子，那么集权政权的家天下，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回。那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一个哈。那其实，在昨天上合峰会，包括今天是9月。咱们是9月2号，对，越南这边也在阅兵，对，他也是建国，他也是80年，然后呢，他是国庆的这么个阅兵，他就邀请了不少国家领导人，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这个卢比奥还写了一封贺信啊，写的独立战争胜利哈，祝贺他。中国这边还送了一些这种军队就礼仪的兵啊，去参加阅兵。他是独立这个80周年，因为是1945年的这个9月2号。当时的这个胡志明在河内的话，那时候就宣布他们这个独立了，所以这个其实他就当然后来这个法国不干，因为当时是这个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对吧？后来又有了这个法越战争啊等等的这个，所以呢，当然也因为他是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所以他不干，对，所以他这个的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你看美国他并没有去派人去参加中共的这个就是93大阅兵，可是呢。他是
派人去参加了，就是越南的这个大阅兵和他这个独立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个体现出来，你看看，其实美国也是，在这里边它其实叫选边站，对吧？代表说其实是反过来讲，是因为越南选边站了，所以它才导致说美国愿意去支持它。同样的阅兵呢，中国这边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啊，然后呢，欧洲有一个。斯洛伐克，对，他们过去了啊。然后现在越南这边呢，是美国这边还写了一个贺电。要知道，当年美军在那打过越战的。那么今天呢，形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呢，莫迪，你看，哎，从那里边，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尤其你上合峰会头一天刚开，门儿都进了。都进了，有些小粉红网友都在讲说，这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就干脆顺便去？非常不给习近平面子，也不给你中共面子。这个姿态是很清楚，对吧？人家目的是不怎么讲？你说他有智慧也好，看得明白也好，分量轻重。因为这个印度啊，从2战以后，它一立国，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不结盟。他是这个不结盟运动的这个帮主啊，就是他是不结盟帮的帮主。如果现在站到这个天安门城楼上，这感觉就是一个帮派，对不对？就是一个你就入伙了呀，你就其实不管你主动被动，别人认为你入伙了，你这个对印度来讲啊，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他的这个国祚啊。从这个尼赫鲁，从甘地尼赫鲁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我就站在中间，我哪边我也不加入，他就。所以这个未来历史要有这么一个框的时候，人家莫迪没在里边，对，哎，但是有人选择进到这个框里边，有人呢还特意呢把这个摆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习近平做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呢，在上合峰会当中和越南这边，我觉得有2点，我就看了一下，越南这边做了大赦。哎，这个就让你感觉到挺有意思，他还给大家发了钱，发了这个10万越盾，对大家3块4毛6美元，27块人民币大概是啊，3块4毛6美元，一共花了3亿多美元，3.45亿美元。那给老百姓发钱，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多少对吧不重要，而且特赦这个东西，哎。我们经常中共一整个就搞这个古装剧里边，不经常就有这种。中共是完全不一样。对，因为我那时候的话，我认识北京的一些这个人、官员啊、警察，他们的北京这边的话，他这个搞这种大的节日是什么特点呢？它叫做杀人立威，这是非常特殊的，中共的那个做法。中国古代也不这么干的，对吧？所以这是中国特色。对，丧事儿、喜事儿都要大赦，登基都要大赦，对吧？庆典胜利都要大赦的，大赦天下的。对，对吧？也都会的，体恤民情。哎，中共跟谁都不一样。你看越南，这也是这样过去的共产党体系啊。是不是他也是这样共产党政权？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其实越南很奇怪，这个国家。我认识一些越南人，你看看他的这个，我们说那个越南人出来的这些越南人，有一些看起来很淳朴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单纯的感觉。所以他可能是在文化当中，他并没有像中共的话是把那个传统文化毁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想想，越南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他是。1975年正式统一，结束战争，是吧？1986年他就开始学中国要搞改革开放，也就是说，他中间只是11年，他这个风雨飘摇把政权稳下来了，一看看不行了，经济不行，赶快咱们也弄吧，就开始，而且他们就是那个还是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改革开放，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有点像刘少奇他们那批人就开始，哎呀，咱们别搞共产主义，别搞那个，咱们就往这儿转吧。本质上，共产主义的这一批人本质上还是民族主义的，这个是以前很多研究里面都有谈这个，就共产主义是第二性的，民族主义是第一性的啊，就经常会谈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同样越南这一次其实也是派人参加了
这个中共的大阅兵的，对，但是美国不把它看作是和中共的盟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他是派了个国家主席叫梁强，对吧？因为他相当于是个在越南相当于四权分立，就是国家主席没有什么太大权力，对他象征性的这个主要是，然后呢是真正的就是总书记苏林，他是坐镇这个就是越南的国内。在那个地方的话，他举行了这个80周年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庆典。所以呢，越南他为什么也参加的话呢？他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包括我们讲，他跟美国解释过，就说他说我们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来讲，对吧？我们传统上角度来讲，我们得去参加，或者跟中共的话呢，有些事儿我们不能够是完全分开。但是呢，我们是和中共是不可能完全走到一块儿去的。他跟就是川普政府他有过这个交底的，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讲说川普政府对越南看起来是这个我们说另眼相看，也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在这儿。所以你说这个叫各怀鬼胎也好，还是说是各有各自的这个算盘，越南其实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在里头，对吧？这是越南这边。然后呢，你看中国这边开上合峰会，咱一会儿再说阅兵花多少钱。上合峰会就在昨天嘛。也发钱，一共呢，他给这些所有上合峰会的国家呢，给20亿人民币的，就给了啊，就是给了，没有代价的。然后呢，未来的3年之内呢，再给出100亿无息贷款啊，就是低息甚至是无息的这种贷款还要给出去。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你看人家越南呢，给自己老百姓发点钱哈，10万吨这个越南币，然后你到中国这边呢，成天给这些盟友们，他也给了。给了，但是他不给自己老百姓。然后我们前2天好容易抢来的钱，你为什么要发下去呢？这个对中共来讲，你说让他发钱，这个是痛到这个骨子里，痛到心里边，这个不能发钱，好容易抢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中共就特别有意思。我看我就没有用语言去说他。下面听观众说高姐，你是不是特别想骂人？实在不好意思骂了，就天天说有意思，那可不就是有意思吗？所以9月1号咱们刚分析过，他现在已经开始强制征求这个社保了。对，你就把老百姓都已经整成这个样子了，你把老百姓搜刮到这个样子了，然后呢，你到处去撒钱。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不有意思吗？你说怎么去理解中共？你就现在这个你不给不行吗？不行，他说还要去给，但是他不给别人不来啊。他那上合峰会啊，或者这个阅兵啊什么，他凭什么呀？别人凭什么卖你面子以前他也有过阅兵的时候，谁都没有邀请的时候，阅兵有的时候没有邀请任何国家领导人自己阅兵。习近平搞了好几次阅兵，其中有一次是没有邀请任何国家的呀。为什么今年这个2019年的时候，对呀，那个相当于是中共内部再去搞了一个阅兵。为什么今年他一定要去？都得去邀请来呢？怎么去理解今年的习近平？你要不邀请呢，你也没有这个历史铜矿的这个载入历史的邪恶轴心国哈，80年之后的一个轮回，站在你天安门广场上，也不会有这张照片了。然后呢，你还非得这么去邀请，完你还得发钱去请，为什么？他图些什么呢？在昭示什么呢？现在西方也在问这件事情，你是高调的再去向挑战国际秩序吗？怎么去解释？当然是啊。当然是，我就这么干。当然就是挑战国际秩序啊！尤其是他们文革这一代，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相信共产主义。有一批人，脑袋那个停在那个位置的。对，就脑袋被洗坏了，他那个改不过来了。有一波人是这样子，习近平就属于这类的。你说他这个后来的改革开放，后来的这个整个的跟不同的国家去打交道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骨子里的思想，所以他骨子里的思想还是那个红卫兵那一套，还是那些这个打砸抢那一套。所以你看他找的这些这个马仔，全是那些人。对，所以你要是说他骨子里他真的是对民主、对西方的这个整个价值观是认同的话，他不会找这么一帮人，全是那个非常地道的，就是那什么当年的什么工农民大学生啊，甚至是像什么李强等等这种，就说有一些还没有当年还没正儿八经这个大学毕业的那种人，因为他骨子里他觉得那帮人才是这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那帮是。对。所以刚才这个一共有250吧，那些260了哈，我们的朋友们在
填这个民调，明天习明泽会出现在天安门吗？会的22%，不会的78%。那个杨兰兰会出现在天安门吗？啊，到底谁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呢？所以这些看点是不是有意思啊？啊，那这些包括呢，现在杨兰兰的生母是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扒一扒哈。然后呢，下面这个刚才有这个 Janice 说，抗战胜利是中华国民党的事儿，不关中共，是吧？哎呀，今天还有一个看点，必须得说，这个是对。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半天，这抗日跟中共有没有关系？谁最有资格？最有资格的应该是国民党。国民党从来，但是今年就特别有意思呀。确实来了个国民党人，来了个国民党。哎呀，这位女士，但是呢，我发现了几乎所有人，就是包括台湾人，包括这个国际上这些人的话，对他来就感觉到非常皱眉头。这个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这位女士，因为你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说70周年嘛，70周年就是当时是来了很多的国民党的人，对吧？包括连战和他的这个夫人，就是当前国民党主席。还有呢，就是国民党的什么新党的，还有这个叫做新民党的等等那帮人，他们的也来了一些人。70周年说70周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两岸关系是一个这个蜜月期，对吧？那个时候关系非常好，就除了这个好像这个中共对这个像绿党来讲的话，一直看不上的话，但是呢，整个来讲的话，两岸关系整体还算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呀，今天的话，中共我们说，首先的对台湾的这个野心要把它打下来，最后的话呢，要这个变成不如香港，肯定不如香港了，对吧？等等的这个整个过程，完全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个画面。来了，现在来了。这个画面以后会载入史册。现在是天安门城楼在背后，最前边的就是这帮人。对，然后习近平在中间，普京在他的右侧，这个金正恩在习近平的左侧。哎呦，我们导播截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看哈，一会儿还得站天安门城楼。那个伊朗的总统是哪一个呀？右边的金正恩右边那个吗？应该不在这一排，我怀疑。现在是一大群的哈，这些首相、这个夫人啊，一排两排的这么一个 team 呢，正在往前走。这第一排非常棒啊，非常棒，要载入历史画框的哈。这个摄影记者不行，应该趴在地下拍一张，给出高大的形象。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一帮人在走着，在往天安门城楼。洪秀柱不会在里头哈，他轮不到他，他这个待会儿上去的时候，他也一定在相对边上的那个位置。他能上天安门吗？100%，他一定会上去。对。但70周年，你关系再好是那个本身，我也认为他就有点那毕竟是前主席，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是前主席，你好歹的话呢，就是作为抗日呢，勉勉强强。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中共和台湾的这个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敌对的关系，而且呢，台湾的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来讲，也公开的再去讲说，你中共没有资格去搞这种大庆，这是现在也公开说了。对吧？所以也禁止现在的官员去参加，就是中共的这个阅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作为洪秀柱，你这时候人家都要打你了，你还去参加这个中共的这个阅兵，就是说今天展示的这些武器，将来都是准备往这个台湾上用的。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第一可能威胁的就是台湾。没错呀，他第一个打的就是台湾呢。2027年这个准备一直在这个一步一步的在逐渐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参加阅兵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是高调的宣布了，洪秀柱呢代表着国民党了啊，跑到这个去参加这次阅兵，没错，也真的是让人非常感慨呀。这是。我怎么说呢？这个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中共作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权，你去纪念这个战争80周年结束，抗日战争胜利，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啊，就是你说你还可行吧？因为不管怎么样，共产党的这个狼牙山五壮士也好，小兵张嘎也好，是不是啊？这个阿庆嫂也行，是吧？李玉和也这个牺牲过，也送过情报，这个你们也干过，这个大家都承认，很多这个前线的士兵也是打仗很勇敢，这个咱们也不否认，这个是。但是你不要扭曲这个历史，你不要说自己是中流砥柱，你不要说别人什么都没干，就跟那个金正恩像朝鲜一样，我们凭一己之力把日本人给战败了，投降了，是吧？当初那密苏里舰上连朝鲜人都见不着的，他也能吹，对不对？这个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你真正是大国，请你真实的面对真实的历史。这个他不敢真实面对。真实面对的话，这个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这种地位、这个作用，你会发现他整个无数的人会唾弃中国共产党的。因为你在这个抗日战争中的话，中共还不仅仅是说这个叫做七分发展，对吧？他实际上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日本和日军在勾勾搭搭，所以的话呢，他就是跟就派这毛泽东派潘汉年呐，派什么呀等等，跟那个日军的这个情报机构去交换情报，对，然后呢把这个国军的情报交给日军，没错，然后呢让日军去轰炸去重庆啊，去打这个日本人，打这个国军，对吧？结果的话呢，你看。8年抗战当中，我们说这个日军有一次轰炸过这个延安吗？早期有，39年以前有。没有轰炸过延安。有。早期有。好，40年以后就问题就在这儿。那为什么他不去打他呢？为什么不去把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窑洞给他炸了呢？对吧？你很容易找到他这个位置，为什么不去呢？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他和这个日军勾结在一起。所以在日军来看，他这是一个帮手。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日军的飞机除了轰炸重庆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在兰州。兰州因为是当时这个外援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早期都是苏联的一些武器还有油都是在兰州然后调配，所以就炸兰州。兰州炸得很惨。但是如果日军从山西、从河北去兰州，一定经过延安，上面就飞过去的，那从来不炸延安，基本上，这个事情是。当年在这次抗战的时候，国军死了多少人？国民党死了多少人？320万军队，200多个将军。你看300多万的这些将士就死在日本人手里头。洪秀柱，包括那时候连战，你们跑到那儿去跟共产党联手日军去打蒋介石、打国军，到这种程度，你们跑那儿去纪念去，哎呀，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去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蒋介石气死了，简直是。没错。所以我们看起来也真的是觉得很可观的，这真是很可观。习近平胆大如牛，气壮如牛。这位女士也是挺气壮如牛的。中国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对习近平共产党怎么去叙事这件事情？你去了以后起到的作用，都讲是这个为了正义的事业如何。但是我套句中国的古话，午门之前，所有人都是为了2个字，一个叫名，一个叫利，就这2个。可以为了名和利瞪着眼胡说八道，当然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对，午门之前熙熙攘攘就是进来也好，出去也罢，都是2个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啊，然后就可以呢，把这个以国家政权的方式，把这个叙事整个颠倒。就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想说，今天我们要去看一看80年这个轮回，他们像以前的毛泽东，包括呢，邓小平，包括江泽民在那儿，他们还知道一些历史是咋回事，他们还要点脸面。现在的这一波人是，真的是，哎呀。没有语言去形容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刚才就讲到的那其实我们说来说去的，回头再看中国这次阅兵花的钱也是
我看台湾方面估计的或外界估计的至少是360亿人民币，360亿，涉及的人是210万，甚至是达到260万人啊，就光是这个人数。那它这里边的这些钱数呢，也包括呢什么军备呀、停工停产、训练、防务，所有这些物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那么这一个一个方队。可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昨天上合会议，他不还在发钱吗？老百姓气的就骂呀，说的啊，你9月1号还强征我们的社保，然后你们这些真的是骂人呢，骂脏字骂他，你们这些王八蛋啊，直接就在骂他们。那也有的人说，哇，才给20亿呀，20亿美元还行吧？才给20亿人民币呀，看来是没什么钱。确实跟前些年比起来，他这是太小气了，而且现在整个这个，地主家没有余粮了，对吧？就属于现在很穷嗖嗖的那种感觉了。对，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89年呢，人家是气壮如牛、冠冕堂皇的指鹿为马啊，人家去还花了这么多钱，所以刚才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叫抗战阅兵，这叫韭菜阅兵。韭菜阅兵，这叫韭菜阅兵。那你说这个国家也就是这个样子，比朝鲜能好到哪儿去呢？那你说这些兵啊，这些在广场的这些人民，我其实经常觉得这个中共的这种领导人的审美水平比朝鲜不行。哦。我这一点不骗你，我的感觉他真的不行。哦。你看那个朝鲜的搞这个大庆，搞那种什么阿里郎啊，搞那些。他那个美轮美奂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看起来这个是很有这种艺术水平的啊，真的啊！在我来看是，你反而中共的这些搞的这种真的很丑陋，好的东西啊。你有没有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歌曲音乐，就是他们真的自己创作的一些，就是这个听过一点点，对，非常好。非常棒，水平相当。我也看过他们一些朝鲜的画家画出来的那些这个作品，其实有些地方还挺有水平的。所以你不要完全说看不起这个朝鲜，在某些方面的话，中共不见得比他强。你说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要想谈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中共在建政70多年了，现在他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没有任何美学的教育，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美学，没有任何这个美学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人家不也有这个叫什么了的？样板戏嘛。对啊，我跟文艺界关系很近，很多老搞文艺的人告诉我。江青的水平比后面那些搞文艺的那些人高多了，那还是民国时代的演员呢。对，高多了。8亿人民8个戏。对，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让别人搞戏，他自己搞的戏水平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意思。你问，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你搞什么？你应该让大家都做，是吧？你不能说你搞一个，别人都不许搞，这个是他最大的罪状。你这个和他对这个对他对这个艺术本身的理解，对他的这个还是2件事情。他们那一批人还是厉害的，还是不错的。下面有一位可能是五毛了，他说中国力量的展现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看法。你们几个主持都不愿意去谈这个作用，只想着抹黑，显着很狭隘。对，那我们一会儿赞美。一会儿呢，大概刚开始他们是有什么讲话，对吧？各种致辞、讲话，什么升旗，一大堆的仪式。阅兵的开始呢是10点钟啊，北京上午的10点钟。所以我们呢会在美东时间的10点钟，我们会请呢一位神秘的嘉宾哈，他不是耀武扬威吗？他要把他这次的所有的武器呢展示出来，咱们好好看一看，扒一扒哈，他这些军号、军队，他打了哪些抗日战争啊？一会儿我们都去好好的说，然后再看他那武器到底都干啥的，打谁的啊？都到底行不行？我们真的好好去扒一扒。您所说的这种中共的力量，它这种力量到底是给谁准备的？要
对着谁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谈的。所以在这里呢，再给大家说一下，给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订阅，摁下一下小铃铛。然后呢，我发现哈，就是我一叫唤呢，就有几百人给点这个点赞啊。不吱声呢，大家只听不给我们点赞，不点赞，石山老师就不讲故事了。所以大家要赶快点赞，好不好？哎，那我们现在呢，争取哈，赶快的冲破我们的2万订阅。这是一个早安中国的新的频道。那每1、3、5，现在我们都会给大家去讲啊，就当是最有意思的话题。但我们像聊天一样，我们也不固定的哈，可能讲着讲着也不知道讲哪儿去了。你们有问题有共鸣，咱们就一起聊，好不好？那刚才呢，这个有一位观众就说了，原本就黑是别人抹的吗？对吧？哎，别忘了哈，给我们点赞哈，点击订阅。好了，然后呢，这是刚才讲到的，那我就讲到，你说他整个的这个阅兵啊，一共折腾这么些天，其实花了320亿，其实中国老百姓那边确实是360亿啊，360亿人民币，再加上给外边的，白给就20亿出去，3年之内还有100亿，那就是120亿，加起来500个亿没了，对吧？500个亿就已经没了，中国老百姓现在日子有多难过呀？非常难。现在你像光这个，我们说跑外卖、跑这个骑手，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它叫这种工作的这些人铁人3项啊，铁人3项这些人的话，得有多少人？8000万人。所以你想想的话，这些人再去这么多人，就相当于是失去了正常这个传统这个工作，对吧？只来做这个，你可见的话，这些小生意。过去的好多中产现在全废了，真的全废了。就是这几年下来，这个差不多从疫情这个开始的5年下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原来这个状态全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日子相当的糟糕。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一直一个看法，到今年的年底，中国经济社会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因为投资、消费各个方面现在都非常差。这个时候的话，按正常来说，这些应该想方设法的话，给老百姓发钱呢，搞经济啊，中共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到年底你会看会发生什么？对呀，你哪怕给他们发一点点钱哈，你中共都算是不枉的，你统治中国这一点都不给呀，一点都不给。所以你看跟越南比，我也在笑，妈呀，3块多美金哦，一个人3块多美金，但是呢加起来数字也蛮大的，它有1亿人口嘛，那加起来就是3.45亿美金，人家管咋的都还做点这个动作呀，中共是真不做，就一人发个红包。从过去到现在，实际上你比我们有经验，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一点点给中国老百姓？好像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都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就是疫情这么厉害的时候，就是发一个什么这个购物券，是吧？有这购物券，对，还只是完了那个东西还都是他们官方的裙带的人控制的。唯一免费给你的是疫苗，但是呢，后来发现的话，这个不白给你，因为后来发现好多疫苗也有很多后遗症。不是那个关键用的那个钱是你的医保的钱，没错。现在医保趁机被掏空了，没错，现在已经掏空了。其实这个都没什么。你说这个刚刚那位朋友说强大啊，或者怎么样，我都理解这中国人的这个感情。我唯一这个你知道天安门广场有多大吗？就像我们在美国啊看过他们的游行，不管是川普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老百姓进去。对，你在天安门广场能见到一个自发的老百姓进去的人吗？现在吗？不是，就是就是战胜日本，大家不是很高兴吗？应该高兴，很多人愿意去啊。能放人进去吗？你可以看一看，大家去看一看天安门广场是什么状况。等于是两边一封，搞一堆人在那给台上这几个人唱歌、奏乐、走路，然后大量的地方都是空在那个地方，窗户临街的窗户全部拉上窗帘，不许开。也就是说，他那个是用360亿。加上你说的那些钱500亿，然后加上动员了多少万人，这个没算钱，对，好多东西没算钱。然后就表演给那么就是这么几十个人看这么一下啊，或者我们说多一点，观礼台上全部加上2万人，就给这么几万人在这看，
你很多老百姓很想去啊，北京居民可能想去，我没见过，我想去看一看，能进吗？没地方吗？有地方，有的是地方，不允许。我哪怕不能靠近，我站远一点也可以吧？对不对？这个地方能放吗？北京整个长安街全部戒严了。毛泽东时代那个周恩来死的时候，还有什么十里长安送总理哈，那个时候老百姓还能到边上站一站。那现在到习近平时代，谁都不许去，站都不能站，进也不能进啊！你在家里头门都得关上。据说他的 gas 什么的全部都得停火停水，就周围的到现在到今年到整成这个样子了，对，已经停了。我的天哪，日子都不能过。对啊，全都指的他这个阅兵。所以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一个事件，对不对？那就是习近平他们几个人的一个事件，他花了500多亿啊，或做了这么一个事件，看了一场演出，然后在这上面风光了一场。我觉得这个太贵了。如果这位人觉得不贵，那花500多亿，给几个人做一场秀。你觉得自己与有荣焉，那当然是自己的想法，这个也没问题啊，你愿意这么想。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真的这个像这个网友讲的，说这些展示的强大的国力，就所谓的武器吧，多么先进，多么厉害，对吧？你真的这么按照中共这么去执行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将来战争打起来的话，谁最倒霉？他派上战场的一定不是习明德，或者是派着中共的那些官员们的儿子去杀戮去，对吧？就跑到这个前线去，派的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孩子上这个前线。那么，你相当于普通的这些牛马们的孩子们的话，上去是当炮灰去了呀，对吧？你将来的这个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军管，大家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所以你不要去看这个现在很风光，哇，这个国家多强大，强大跟你没关系，强大甚至呢，就跟当年我们说这个法西斯那个在发动战争之前的那种强大，那个煽动起来那个民族情绪，让你感觉到热血沸腾一样，很快的你会感觉到。倒霉的日子是你来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看表面上中共渲染多么强大，要想一想的话，这个强大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民族带来这种是好处呢？是这个和平和发展呢？是富裕呢？民主呢？还是说的话，很可能给你带来灾难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想清楚。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我说嘛，气壮如牛，人家就敢在这个时候呢，打着抗日的中流砥柱这样的名义呢，来做他所谓80年的抗击法西斯的这样一个游行。可是呢，他自己呢是被整个世界认为你是现在的法西斯，所以呢，就我说今天呢，咱们要去扒一扒。那刚才呢，我们这位僵尸炖蛋的朋友哈，我们这位网友，他讲到了，他说呀，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他说，日本的这位记者呢，这留言在哪儿了？就写过这个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哈这一本书。这本书里边呢，就在讲到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真昭等接触。也就是他这本书呢，是日本的一个女作家，她呢是日本筑波大学的远藤裕教授啊，她撰写的叫做《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在日本出版。因为这位作者呢是根据他收集的在中国、台湾、日本3方面的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远藤的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1个月内增版了增印刷了5次。这本书呢也强烈的向大家推荐哈，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那这位远藤呢，他当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去跟周边所接触的这些人呢做了多个采访那所以呢，他呢有第一手的这些资料，那他们就讲到了当年的中共是怎么样跟日本呢去联系起来，在国民党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正统的民选政府的国内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怎么样在那个时候真正的是跟勾结日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经常说毛泽东
从来都是谢谢日本的，从来毛泽东没有日本说给你道歉，他都说不用道歉，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败蒋介石，打败蒋介石才是中共的第一要务，根本就不是抗日。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人家去研究这段历史。进一步揭露的话，像毛泽东和他这个中共这帮人的话，他是卖国贼，他还不仅仅是说这些小鸡贼，就是说这个躲着不去打日本人，而是的话呢，主动和日本人去勾结，去打抗日的这个国民政府。这个其实是我们说这本书揭露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秘密。刚才我看到王沪宁了哈。在这个上面，对，咱们应该差不多休息会儿，因为10点钟我们再回来再做，因为这个慢慢的就是各个队伍就要出来了。对，在这儿呢跟大家再做一下预告哈，现在呢是他们前面有什么讲话呀、致辞一大堆的这些礼仪了。哎呀，我看到汪洋了。对，哎，汪洋也在。那谁，哎呀，郎英。对，他们都已经上了天安门城楼。现在咱们一会儿呢，在10点钟，美东10点钟哈，我们开始。然后呢，我们的观众问神秘嘉宾是不是姚晨啊？哎，我们一会儿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把他邀请上来哈，咱们一起呢去扒一扒哈。那一会儿呢，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啊？有没有意外情况，或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有没有什么彩蛋？咱们一会儿的再去关注。好了，那我们现在呢上半场节目咱先结束到这儿哈。在临走之前，还是拜托您给我们点击订阅啊，按下小铃铛，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美东时间10点钟，咱们再见。也就是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哈，咱们再见哦。我们那个时候再给大家去。